个礼拜呢，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叫做盲人棒球出口杯。我去参加他们的开幕仪式。那其实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去了，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去这个活动呢？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打棒球，大家都知道嘛。那其实大家都还不知道，我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是我大学其实读的一直以来都不是什么体育系或是体育相关的科系，我读的科系是特殊教育学系，那这个又简称特教系。那在我这4年的就学期间，我接触过无数个特教学生。那身障里面呢，有一个类别就叫做视觉障碍。那其实一般人我们普遍听到盲人棒球出口杯就是给一群盲人在玩的一个棒球游戏，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和大家科普一下，其实我们一直在讲的盲人，并不是都是看不到，都是那种全盲。而且这个专业术语其实它叫的是视觉障碍，那它是有分等级的。像是我们会常听到弱视啊，可能就是比较轻度的一个视觉障碍。那像全盲就是重度的视觉障碍。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盲人棒球的一个活动出现呢？盲人棒球创办的目的主要是也让盲眼人也可以体验棒球乐趣的一项运动。那它从规则、场地、器材等等，它全部都跟一般棒球不一样。那这边先来简述一下关于参赛人员的部分。其实不管你是不是盲眼人，都可以一起从事这项运动。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来这边的人除了是全盲以外，他可能有些是弱视，那他有些可能障碍程度也没有这么严重，所以我们都会统一请他们戴上一个眼罩，以示公平。所以其实明眼人像我这种视力正常的，我也可以去参加，你也可以去参加，大家都可以去参加。那它的球跟一般棒球不同的地方是在于说，它的球上面有一个插销，插销一拔掉之后，它会有一个蜂鸣器，会发出一个哔哔叫的叫声。当你插回去的时候，就不会发出声音了。那为什么会需要发出哔哔叫的原因，是因为场上的防守者是需要戴上眼罩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利用声音的方式去辨位，去找那一颗球到底在哪里进行防守。那垒包呢，只有1、3垒，它并不是像我们棒球一样有1、2、3本垒。那这等一下我会和大家详细的介绍。那人员呢，一样是9位，只是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投手、捕手还有打者是同一队，剩下6位是防守者。那刚刚我只是稍微简述一下而已。接下来我会请一位非常厉害的老师，他叫做 Likey，他等下会开一个棒球小教室，然后和大家介绍一下到底盲人是怎么进行打棒球这件事情。那在继续看下去之前，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脑中先稍微想一下，或是底下留言先和我说，你觉得盲人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够进行棒球这项运动？今天戴上眼罩，相信10个有9个连路都走不好了，到底要怎么样打棒球？大家可以去稍微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没问题的话，我们就进到 Likey 的棒球小教室。欢迎来到 Likey 的棒球小教室。在我身后呢，就是我刚画好的盲棒打击时的一个布局。等等，我也会和大家一一介绍它和我们一般的棒球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首先来和大家讲解基本规则的部分。一般棒球进行的是9局，但我们盲棒打的只有6局而已。那盲棒和一般棒球，他们都是3出局之后进行换场。再来，一般的棒球我们是2好3坏，但他们的满球数是4好1坏。什么叫4好1坏呢？我们一般棒球在丢球的时候，不是可以去判断说，那个位置到底是好球还是坏球吗？但盲棒他们的坏球是指说，他们只有1次可以选择不挥棒的机会，其他都一定要进行挥棒。所以一般棒球他们讲的是3振出局，但盲人棒球他们讲的是4振出局。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张图，投手是以蓝色的方式进行绘画，因为投手还有捕手还有打击者，他们和一般棒球不同，他们是3个为一队，那剩下6位呢？都是防守者，他们的布阵可以依照他们自己的喜好进行排列，但通常他们还是会分为左外野手、中外野手、右外野手、1垒手、3垒手，还有这一个投手后方的这一位选手。那前面我们有提到，一般棒球和盲人棒球很大的一个差别是在于他们球的设计。盲人棒球它里面有一个蜂鸣器，可以发出哔哔叫的声音，可以让所有盲棒的参与选手能够听到声音去辨位，去大概猜出来球大概在哪个位置。那除了他们自己判断、自己去听以外，那他们还可以放置1至2位的观测员。什么是观测员呢？观测员是指他们不需要戴任何眼罩，他们是在场上中的明眼人，他们可以提示防守者这些戴上眼罩的盲棒参与选手们，球大概打到几号的位置。举例来说，假装今天我们将防守者进行编号，1号、2号、3号、4号、5号、6号。当今天打者将球击出来是靠近1号的位置，那场上唯一的观测员，也就是明眼人，他可以提示说，球是滚到1号的位置。今天他只能够在球打出来的那个瞬间提示1次，他不可以提示第2次。再来很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不是总共会有4个垒包吗？分别是1垒、2垒、3垒和本垒。
那盲棒只有2个垒包，它们分别是1垒和3垒。那很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垒包一般长得是一个正方形的样子，但盲棒它们的垒包是圆柱体。那垒包中也有安装蜂鸣器，让打者们知道他们可以依照声音发出来的位置去进行寻找垒包。再来，我们来提一下场地的部分。通常打者必须将球击出在40尺之后到170尺之间，算是一个有效击球。如果今天打在40尺内，那是不算的，必须记一个好球。今天如果你打在界外也不算。那有人会问啊，盲人棒球有没有全垒打？也有。今天只要你击出170尺之外，就算全垒打。再来，我们来讲一下攻击方如何将球击出呢？首先是投手的部分，通常投手会以下投的方式将球投给打者进行挥击。那刚好提到盲棒的棒球，只要将插销拔出，它是可以发出蜂鸣器，发出一个哔哔的叫声。那投手当拔开插销时，他们会喊 set， 投手准备要将球给投出了，请打者开始注意。ball 的时候就是将球丢出的那个瞬间。因为投手板到本垒板的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所以他会利用投手喊出 set ball 的瞬间去计算那个打击的时间差。所以通常打者他并不是听蜂鸣器的方式去判断出是否该挥击。再来是打者的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今天如果你想要挥击到这颗球，要和投手有一定的默契配合。那所以通常我们会希望打者能够固定自己的挥棒轨迹。那再来我们来讲一下跑垒还有出局。那刚刚提到有1垒和3垒，但我们只要接触到一个垒包，我们就算得1分了。怎样才算得分，或怎样才算失分呢？当打击者打击出去时，他们会往垒包的方向进行奔跑，只要他们比防守者还要早跑到垒包时，那他们就算得1分了。那防守者怎样才算防守成功呢？防守者只要比打者还要率先碰到那一颗球，那他们就算防守成功。那攻击方就不算分数，不算得分。最后我们要来讲的是裁判。裁判通常总共会有3位，一位是在这边去判断说这是否为一颗好球或坏球，另外2个裁判是在1垒侧和3垒侧。那裁判的功用是什么呢？如果今天跑的位置是3垒，那这时候3垒审他就会去和另外一个垒审进行比较。3垒审在打击者冲向3垒垒包碰到时，他必须要喊 three， 表示打者已经碰到垒包了。那另外一位垒审的功用呢，就是当防守者接到球的时候，他就要喊 catch， 接到了。所以他们会去比较说是 three 先喊，是打者先碰到垒包，还是防守者先接到球。那最后主审是会依照3垒审或是1垒审发出声音的先后顺序，去判断说这一球到底是得分还是没有得分。好的，棒球小教室就到这边咯。如果喜欢的话，影片还没结束，我还有话要说。如果有喜欢我这个 Likey 的棒球小教室这样的教学模式的话，也欢迎跟我说。虽然说我画画画的没有很好，字迹写的也是还好，但努力了，希望能够教大家一些小知识，学习到一些东西。再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参加这2次盲棒开幕仪式的一个心得。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首先，就像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今天叫我眼罩戴上，我连好好走路都没有办法好好走路。其实我那天也有亲自的下场去体验，我完全打不到球，我一直挥棒落空。然后除了打击以外，我在体验戴上眼罩，蒙着眼睛走到那个垒包的时候，其实我心中是非常恐惧的。即便有声音，我还是没有办法太勇敢的往前冲。所以其实我当天在场边看，其实是真的被他们感动。不管是明眼人或者是盲眼人，他们都享有运动的这项权利。其实现在政府在推导的一个运动平权，我也非常的支持。运动本来就不分任何年龄、国籍、性别，甚至障碍。那我也非常呼吁大家，真的要给这些人多一点鼓励。如果有机会，那大家也可以自己亲自去体验看看，他们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容易，跟非常多辛苦的地方。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喜欢的话，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如果还有想看我做什么主题的话，一样也欢迎在底下留言，也欢迎你留言对于盲人棒球的看法。那如果有任何的机构或是一些协会想要邀请我去体验看看的话，也欢迎跟我说哦。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拜拜，拜拜拜拜拜拜。